虽然今天不是讲外星文明或者是太阳系文明，但是这一集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先帮我们按订阅，还有分享、按赞，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影片，也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，让更多人理解真相，然后让大家善用分享。没错 ，Thank you。影片开始 ，Go！ 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，我是你的蓝色伙伴，我是 Joe。我是你的橘色伙伴，我是永杰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是我非常想录的一集。那我觉得会很有效的帮助很多人。那这集的 topic 是怎么样去分辨真实的资讯，怎么样分辨真实的能量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做这集呢？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时代，那相信大家从 YouTube 上面认识我们，也会看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，不同的频道产出不同的内容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别人分享的文章、书籍，每天的新闻都有各式各样的资讯。现在 AI 也很发达，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分辨我们看见的消息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对，到底适不适合我们，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帮助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好，那在开始讲这个 topic 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校正王，我们都是一个测量仪。那我想让大家很清楚的明白，什么是人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呢都完整的充满神性。那也刚好回应有一些网友想要听我说，杨定一博士常常说我们是一，我来解释，我用我的话语解释，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为什么杨定一博士会说我们是一。他其实跟我讲的，我们都有神性，没有任何的差别。那我接下来讲的话，让你的脑袋可以更清楚的理解我 ，OK 吗？都是同一个意思。对，都是同一个意思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在宇宙大爆炸初期，我们其实就是由一团意识组成。那我们就是不同能量，但是呢，我们全部都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一。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团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哪里，我们要干嘛，何去何从。所以这团意识呢，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，他决定要分裂成不同的意识来体验世界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如果你是一道光，那你就是又在一群光里面，那你就完全感受不到自己跟其他人的差别。对，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光，因为你就完全的融入其中，就是到处都是亮亮明亮的，然后到处充满任何可能性。对，所以没有任何差别。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的人，但是你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高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没有任何的比较，没有任何对比，没有任何的差异，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是高，所以我们分裂出来成为不同的灵魂，那每个人就开始自己的旅程，就开始理解这个世界到底长怎么样，那我到底在行什么？譬如说我对艺术很有想法，那我很会画画，或者是说我对音乐很有天赋，所以我就展现了我的天赋。那可能你很会编织，然后对美感有自己的这个 taste， 那我跟你就看得出哦，哇，原来这个人会编织，对，然后我尝试哦，我不会，那我就知道说 OK， 你做得到，但是我没有做到。我从认识另外一个人认识自己，同时呢，我也从认识自己认识另外一个人。对，这个过程很美妙。那我们现在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分裂的状态，是因为我们认为时间是线性的。因为这是一个三维世界的特性，三维的空间的特性，就是我们把时间跟空间分开来讲。但是时间不是线性的，时间没有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其实时间就是只有存在，只有现在而已。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分裂过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，从来都没有跟源头有任何的差异。就是宇宙大爆炸跟现在宇宙扩张到一定的程度，跟之后宇宙会坍缩，其实是同一时间发生的，是，也就是其实就是时间不存在。好，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是源头，我们是一，这样的说法来自哪里？我就用经典，用我们所能理解的宗教来回应我刚刚说的话。好，这个都是我的笔记，我的字很丑，但是对大家可以看到。那在基督教里面曾经说过，我与父原合一，就是我与父亲，父亲就是主嘛，
我跟主是没有差别的，我跟主是合一的。然后耶稣也有说过，你们的经典早就说过了，你们是神。他称我们是神，对，解释了我们跟神性没有任何的差别。那从佛教的经典里面说到，一切众生皆由光明智慧所生。那下面一句话，人人皆有佛性，是常常听到的。对，这跟我的理解没有任何的差异，但是我用不同经典、不同时代的语言来表达，他们是同一个意思，全部都是同一个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是这个校正仪，还有我们是测量仪，这件事情完整的正确，因为我们就是神性，我们100%的知道什么东西是真实的。其实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最里面的我们，完整的明白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、最棒的，什么是真实的能量，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能量。那当你去读取能量的时候，我希望今天可以教大家3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麻瓜，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感觉、任何的感应，那就用第一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你去看你所看的影片，这个人所说的话，不管是 YouTuber 还是他是一个 Blogger， 还是他分享文章、图文都可以。能量是不是开阔、包容、助人、和平、善、喜乐的？都是开阔的能量，它可以包容你，并且鼓励你，让你知道说你可以向哪一个方向走，会更开阔、更辽阔、更宏大。如果是这样的能量，那就代表这是正向的、舒服的。对，就是你可能听完之后，感受这一段影片跟这一段话的带给你的感受，你可能会觉得是舒服的，然后内心非常的轻松、喜悦、温暖、温馨、开心等等的，这些都是非常正向的能量。然后他们都有个特点，就是你看完之后，你好像获得了什么。不管他在叙述一个故事，或者是他自己的经历都好，你好像获得了什么，而且你会有一种冲动，你也想要分享给别人。你想要给予，对，这样的能量就是一个善的循环。好，那它有反义词，紧缩、分别的、有条件的、暴力的、恶的、限制的。如果你的思想原本是这样，然后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，好像只能这样，好像只能照他的路走，不然就是错的，好像只能听他说，不然就是假的。那就可以关掉影片，就可以不用看了，然后不需要做任何回应，你不用给任何的能量，你不用给任何的回馈，不用留言，你就忘记它就可以了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假设如果今天一个算命师，他带着好的意图，因为他想要帮助你嘛，然后跟你说，要怎么改运呢？来，这个盆栽代表你们家的气运，那要好好照顾这个盆栽哦。它如果凋零了，接下来你们家这一整年都会过得很差哦。如果通常我们听到这样说的话，心里面会想说开始担心说，那我一定要很好的照顾它。所以我这时候我会出现担心跟害怕的能量，开始紧缩了嘛。那我该怎么去应对？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这个师傅他是带着良好的善意去建议你的，那我又要怎么回复 ？OK， 那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师傅的所说的话，就用我们刚刚说的方式，是不是开阔包容？是不是海纳百川的这种感受？不是，好，就谢谢师傅。 Thank you。应该都对。那但是这个时候我身体或者我的小我已经听到了，他可能比我的理智还要更快的去反应了。比如说，我觉得我当下觉得开始不舒服啊，开始紧张，OK， 等等。那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应对啊。他说这盆栽，你刚刚讲的这个话，这盆栽凋零了，那就买好几盆盆栽。你就买好几盆栽，总有一个会让我纵火吧？你就走进去花店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哪一个最可以纵火？这样，然后替代这个。对，我觉得这种限制就是可以直接谢谢他，然后代表说你其实可以不用再听这个师傅讲话了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他了。对，你就是你自己的师傅。通常，不管在看什么灵性的节目也好，然后称作自己为大师的人呢，我觉得就代表说他希望受到崇拜，他希望被追崇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限制的能量。好的老师会让你开阔的成为更好的自己，他会带出你的更好的面向，而不是让你变小、变紧缩，然后去打压你，好像说你只能听我的，不然就像这种话语，就是你都还没听完这句话，你已经开始紧张了。对，这个就是紧缩能量。就有点像是把力量交给你自己，
然后让你知道你自己是有力量的，而不是我赋予你力量这样。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赋予任何人力量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性的一部分。包括现在你们在听我说话，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差别。我可以坐在这里说话，是因为我比你们更快想起来我是谁。就这样而已，很简单。所以其实你们也不用叫我老师什么的。很多人都叫John老师，非常有礼貌。谢谢你们。你可以直接称呼我为John就可以了。对，当然如果你觉得叫老师你比较舒服，那当然我也很 OK。对，但是我只是想要让大家讲，真正帮助你的人不会贬低你去让他自己有优越感。通常真正的大师都是很谦逊的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他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样貌。那当然还是有这个带领我们的人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带领着我们？因为他们走的比较前面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。对，因为他们走过路，为你指引，说，这条路就是跟你说，这里有捷径哦，我们一起走更大条的路，而不是说，不能，都不行，都不能走，你只能走这条，吓死人了，不要走了，吓死人了。好，那刚刚教大家这个方式，其实已经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了，80%吧，对，10之8九都可以了。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都有神性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先让自己校正回最纯粹的样子？首先，你需要你的言语、你的思想、你的行为一致。我称这3个东西为金三角，我自己创的。这金三角呢，一定要一致。当你完整的将你所想的用言语说出来之后，并做出来，这就是你最舒服的样子。没有因为任何的担忧，没有因为谁逼迫你，这就是你原本是的样子。不管你走到哪边，不管你的速度多快，你只要真的跟随自己的心，聆听自己，并去说，并去做你是的样子，这样就够了。你就是一个完美的校正仪。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讲第2个、第3个方式，告诉大家。好，第2个方式呢，可以运用在你现在希望你的灵性可以成长，或者是你正在开始做冥想，你开始有一些感觉，你对你身体的察觉呢，比一般人可能你觉得还要更敏感更多。我觉得很适合用这个方式。就是当你收到了一个讯息，不管是一句话、一本书、一个影片，那你想要知道这个能量是否真实，请你在脑袋中想这个影片，想这段话，然后呢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好感受你的胸口跟你的胃怎么样的反应，怎么样的回馈你。我现在想着我自己的影片，我们拍的影片，然后深呼吸，胸口是有力的能量，然后我的呼吸很顺畅，不会说我吸进去的时候紧紧的，然后我的胃呢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感觉。对，如果你看了影片，然后吸进去，或是你读了一段话，你想着它，吸一口气，结果你胸口是闷的，胃是紧缩的，那就直接谢谢阿里嘎多 ，Thank you。不用看了，对，下一位就关掉。那大家也不要想着说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啊，抨击他你是假的，不用。我们不要给任何非真实的能量的东西再多给他能量，你不用关注他，轻轻的放下就好了，直接 click 关掉，然后就是不用理他。对，顶多你可以做的就是请这个平台不要推荐你他的影片，因为你知道说他不适合你。那我刚刚有讲过，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速度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，所以也不要去评断别人看什么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共振的方式不一样。你可能很喜欢这个人的影片，他对你来讲是真实的能量，是因为你可以认同，你可以理解。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不一样，他可能还没有跟上你，或者是他走得比你更前面，都没关系，因为这都是我们想起来自己是谁的过程，这只是速度的快慢而已。所以你们会很常听到我说，这只是速度的快跟慢而已，没有对或是错，不用执着。对，不用执着。好，再来是第3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。这个呢，开放大家回家跟自己家人或是朋友一起做，那就是肌肉测试。它源自于一本书，叫做《Power and Force》。那它的作者呢是大卫霍金斯，里面讲的最有名的是它的图表，就能量表格。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，我希望用比较多的篇幅去了解。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，这个肌肉测试呢来自这本书。那这本书的作者，因为他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以一个科学的方式理解，所以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数值化的这个测量。那经过几千人，然后数万次的测试，对，
所以我们可以来使用它。那我觉得也是很简单，因为什么都不用准备，你只需要准备一张纸、一支笔跟你自己就可以了。它是真实不虚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肌肉测试。首先，我跟永杰呢各写了3张纸。那因为我跟他是分开写的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写了什么。这是我的纸啊，为了让你们知道说我们没有作弊，我们把它折成一样的大小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永杰的。要混在一起吗？还是我们交换收？好，混在一起好了。好，混在一起。OK， 好，把它全部混在一起。好 ，OK， 我都不看。掉了一个。永杰跟我呢分别写了我们认为可能是好或是坏，就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名词，名词，然后就把它写进来。那我也不知道他写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我写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正向还是负面的。对。那我也忘记我写什么，我只记得我其中一个写的是正向的，其他2个忘记了。所以你有2个负面的？不是，我有2个正面的。代表说你那你写了一个负面的？对，我写了一个负面的。好，反正现在混在一起了，不重要，反正都在这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随便拿一张纸，那我把它抵在我的胸口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抵在你的眉心轮。然后呢，我先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用我们的手抵住大拇哥，抵住我们的无名指。这个不是什么手印这个不是什么不是这个只是一个肌肉测试的方式。那为什么要用无名指呢？因为食指、中指其实我们都很有力，因为我们常常使用这些指头。小指也是，你其实要比这样很简单。小指也可以吧？对，没有，小指也很简单，就是无名指是不常用的。所以它是有力无力，有力无力，其实你可以很快速的分辨出来。对，所以我这样抵住，然后感受这张纸，感受这张纸的同时呢，我去用我的另外一只手拉动这个圈圈。如果我轻松被我拉开，就代表我现在的肌肉呢对这张纸的感受是无力的，那就代表它是一个负面词汇。那如果我的肌肉感受是很有力的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用力拉不破、拉不断。或者是要很用力才能把它拉开，这个也算，就是是正向的。正向的，好，我感受一下。好，你感受。好，拉不开，那就是正向的语句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佛，我拉不开。好，这张纸是这个字是我的字啊，我写的佛。这样子就是做了一个测试。好，那现在换我来说说看。等一下。它是负面的，无力的。打开。Oh my god！ 上面写着伤害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负面的。对，那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肌肉测试呢去了解，譬如说一个议题，或者是一个人、一句话、一个故事、一个你认为你怀疑它是不是真相，是不是正向的，或者是不是这个负面的？那大家要注意，在写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写直述句。好，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，你在写的时候，把它写成一个直述句，就是我适合穿这件衣服吗？你把那个吗拿掉，你就直接写我适合穿这件衣服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再感受。如果是想要越过自己的小我，我觉得你们可以2、3个人一起做这件事情。对，那这样子就会交叉对比几次之后呢，你的小我就会信任说 ，OK， 是直觉是值得信任的，肌肉测试是真实的。这样，好，这样的方式在家里跟你的小朋友，或者是跟你的另一半都可以做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在测试之前可以让自己是舒服的状态，然后先深呼吸，放轻松，去感受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测试，你的身体比你更知道这件事情的真伪，更可以校正。对，就是永杰想要说的就是，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跳过你的思考逻辑，对，跳过你的脑袋，让身体去自动导航。没错。那因为刚好呢，也有人问我说，关于小朋友的教育，就是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以及灵性大爆炸的时代。很多人都在提倡养生，很多人都在提倡回到自己。那有不同的资讯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给小朋友的一个方式。不管是在学校，或者是跟同侪之间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别人的话是不是有益的啊，或者是说是不是一个真相。那我们可以教他这样的做法。我觉得用第一个是最方便让小孩子知道的。对，就是那这个人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开阔的，让你觉得说，哦，他真的是在帮助你的。
让你觉得说，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可能，都可以试试看，还是说已经紧缩到好像你无路可走，让小朋友知道这2种之间的差异，我们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例子，去问小朋友说，你觉得哪一句话你听起来是舒服的、开阔的、辽阔的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，可以跟小朋友分享的一件事。那今天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有没有做肌肉测试？那有没有准确呢？以及可以分享一句正向语，你觉得正向语是什么？你可以打在下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